欢迎来到石榴频道，今天来聊一下《Cam 吉拉灵魂重生》的原作小说，关于一个从小就被诅咒活不过20岁的美术生，去请一位大师来帮他对抗命运的故事，牵涉到前世今生的各种灵异类题材。小说里的爱情元素呢偏少，主要都是在讲如何的对抗诅咒。那现在就来看主角是如何改变他们的命运的吧。注意后面会含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少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共同名字叫帕兰，32岁，是一名法术了得的大师。为人呢性格沉默寡言，平常主要工作是帮附近的村民乞讨和驱邪。正统名字叫 Cam，19岁，刚考上了大学的美术生。他母亲的家族代代都被诅咒，女生永远无法跟爱人的长相厮守，男生永远活不过20岁。即便如此 ，Cam 还是努力的为美术梦而打拼。故事一开始 ，Cam 因为自小就被诅咒，所以他一直佩戴着一位大师的师姐给他的护身符。然而这个护身符的效力已经快要消失了。他开始会看到鬼魂，而且那些鬼魂还会攻击他。当 Cam 到大学报道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跟他一样看得到鬼魂的简。简天生就有第三眼，而且他立即就发现围在 Cam 身边的鬼魂大部分都是想要来抓交替不好的东西。Cam 向简坦白了自己身上的诅咒，简很想要帮 Cam， 可惜他法力不足，所以简就去找老家的师傅帮忙，想要请师傅解开 Cam 身上的诅咒，而简口中的师傅就是帕兰。然而当帕兰看过 Cam 的资料后，他就知道 Cam 身上的诅咒都是他家族过往留下来的业力，外人插手只是自找麻烦，所以他拒绝了帮 Cam， 但还是写了一个护身符给 Cam。简知道帕兰是一个很容易心软的人，他觉得只要让帕兰见到 Cam 的本人，帕兰就会愿意帮忙，所以简趁着学校的长假期，以做义工的名义带着 Cam 和一些大学的同学一起来到了帕兰所在的村庄做义工。然而当帕兰看到 Cam 的瞬间，他就知道 Cam 是他世界大战时期前夕的恋人。Cam 在那一期是一个女生，两个人已经走到了订婚的那一步了。然而在结婚的前夕，帕兰前夕却被调派到前线做支援。经过两人远距离后，两人突然断联了。原来是因为帕兰前夕的弟弟一直在暗恋 Cam 的前夕，弟弟就暗中做了手脚，让两人断联。而且弟弟后来还传假消息说哥哥已经死于战场。弟弟想要让 Cam 的前夕对哥哥喜心，转而跟自己结婚。然而在听到了未婚夫死讯的当刻 ，Cam 的前夕就因为消食过度冲击而死于心脏病。当帕兰前夕完成任务赶回家里的时候，他跟 Cam 的前夕已经天人永隔了。看到自己和 Cam 的前夕的过往，帕兰很快就动摇了，但他还是选择提醒自己，前夕是前夕，今夕是今夕。Cam 身上的业早在400年前已经存在，他一个外人插手只会是自找麻烦，所以他还是拒绝了帮 Cam 对抗命运。不过虽然帕兰的口上是拒绝的，帕兰私下其实有找过想要取 Cam 生命的女鬼，但那只女鬼却警告帕兰不要多管闲事。原来在400年前 ，Cam 的前夕是一个贵族的第3任老婆的女儿，而女鬼就是那个贵族的第4任老婆。那个贵族之所以会一直娶老婆，是一直都没有人生得到儿子，直到贵族娶了第4任老婆，这一任终于生得到儿子了。但大老婆就嫉妒第4任的老婆生得到儿子，所以大老婆就在第4任老婆眼前直接把第4任老婆刚出生的儿子扔到河里，让他溺死。虽然当时的那位贵族人不在家里，但其实有很多人都有目睹了大老婆做的一切，包括 Cam 的前世就是其中一位的目击证人。然而因为大老婆本身的家底有权有势，根本没有人敢跟他作对，所以当贵族回到家问责到底是谁害死他的儿子的时候，所有人都跟随了大老婆的指示做了矫正，陷害了第4任老婆。他们全部人都说是第4任老婆沉迷毒药到精神的失常，最后是第4任老婆她自己把婴儿扔到河里，让儿子溺死的。家族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第4任老婆说话，最后第4任老婆也因此被罚，被鞭打致死。临死前他诅咒整个家族的人，女的永远无法跟爱人长相厮守，男的永远活不过20岁。400年过去了，只要家族的后代或是转系的出现，他都会去取了他们的性命。而 Cam 就是这一系最后一个人还没有死的人。虽然帕兰已经很明确的说自己不会帮 Cam， 但每次当 Cam 差点被女鬼带走的时候，帕兰还是会及时赶到帮忙。所以Cam 决定，就算帕兰拒绝，他还是坚持要留在帕兰的身边。而且后来 Cam 也透过梦境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跟帕兰前世的事情，Cam 就变得更在意帕兰了。帕兰当然也有受到前世记忆的影响，但帕兰还是会提醒 Cam， 要 Cam 记得分清楚前世跟今生。不过帕兰这个人真的是讲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当他看到 Cam 受伤的时候，他会趁着 Cam 睡着后再帮 Cam 处理伤口，但原来 Cam 只是在装睡而已，所以他都知道帕兰对自己的好。再这样 Cam 更放不下帕兰了。而且当 Cam 撒娇说自己睡不着想要人陪的时候，帕兰要默默地坐在床边看书了，直到 Cam 睡着。两个人都很明显的互相放不下对方。
Cam 其实曾经想要向帕兰娜拜师学艺，但帕兰却以拜师的不可以对师父的传有私信而拒绝了 Cam 的拜师请求。帕兰，请问你是什么意思？所以你是想要 Cam 对你继续保持私信吗？你不是想要 Cam 放弃你吗？反正呢，他们是不断的互相暧昧，但是帕兰要不断有意无意的拒绝 Cam， 一直被推开 Cam 当然是会觉得伤心。这个时候，帕兰有一个信徒来拜访，这个信徒一看到 Cam 就知道 Cam 是自己的菜，所以他就常常找机会接近 Cam。帕兰当然看出了那位信徒的心思，他还吃醋了。之后，帕兰就常常在信徒和 Cam 之间多加阻碍。信徒呢，其实有看出帕兰和 Cam 的关系不单纯，但既然他们没有在交往，所以信徒还是直球的向 Cam 告白，表示了自己想要追 Cam。Cam 虽然已经算是被帕兰拒绝过了，但他很清楚自己还是喜欢帕兰，所以最后他才拒绝了信徒的心意。本来呢，帕兰一直以为自己是受前戏的影响，所以才对 Cam 有不一样的感觉。但经过这个信徒的事件后，帕兰开始不确定他是受到前戏的影响，还是其实今生了他已经对 Cam 动心了。然而，就在帕兰还想要搞清楚自己的感情的时候 ，Cam 又再次被女鬼带走了。这次为了救 Cam， 有2个人在行动中丧命，一个是由帕兰养大的小鬼，另一个是对帕兰来说由于养母般存在的奶奶。帕兰觉得自己就是插手了 Cam 的业，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而 Cam 也觉得非常的内疚。Cam 觉得是自己害死他们的，为了不要再有重要的人为他受伤，为他而死 ，Cam 悄悄的自己一个离开了村庄。而这个时候，距离 Cam 的20岁生日就只剩下了1个礼拜。帕兰本来想要就这样子放 Cam 走的，不过帕兰却梦到女鬼会控制 Cam 的身体，让 Cam 自己跳楼自杀。而且帕兰还发现，原来奶奶不是被女鬼害死的，奶奶的阳寿早就已经尽了，所以她是自然死亡。女鬼只是利用了奶奶的身体去骗他们，所以帕兰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去救 Cam。帕兰想要跟 Cam 一起活下去，之后帕兰就带着 Cam 去找另外一位大师帮忙。这位大师是帕兰爷爷生前的朋友，功力比帕兰强很多。这位大师本来已经不想要碰人系的事了，但当他看到帕兰和 Cam 来求见，他就破例的给了帕兰一把神剑。但神剑本身有牵涉到黑魔法，帕兰一直以来都很抗拒用黑魔法，因为一旦失控就很容易被反清。但为了 Cam， 帕兰还是决定赌一把。然而神剑却把帕兰自身和前妻的业全部都引了过来，帕兰只是应付自己的业了，就已经快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女鬼就想要趁机带走 Cam， 就在 Cam 差点要丧命之际，大师突然出现在女鬼的面前，说愿意拿自己的命跟 Cam 换，问女鬼可不可以放过 Cam。女鬼本来想要叫大师不要多管闲事，然而就在女鬼抬头正眼看到大师的那一刻，女鬼卡住了，因为大师真的就是他400年前死去的儿子的转系。当大师看到 Cam 的出现，他就知道他这一生的生命已经到了时候了。大师请女鬼放下执念，一起去超度解铃还须系铃人。当看到儿子的转系，再回想起过往400年做的一切，女鬼意识到自己其实早就已经累了，现在她只想要在最后好好的跟儿子聊个天。终于在大师的陪伴下，2个人一起离开了人世。Cam身上的诅咒得以清除，帕兰也清光了他身上所有的业，2个人终于可以一起好好的活下去。但是帕兰和 Cam 并没有立即就交往。帕兰很清楚，因为诅咒 Cam 过去的人生一直处处受限。帕兰让 Cam 先去把学业完成，好好的体验人生。他愿意一直等 Cam， 直到 Cam 大学毕业，他们才正式在一起。在2人交往了2年左右的时候，帕兰和 Cam 一起收养了一对双胞胎，他们是帕兰之前养的2个小鬼的转系。交往到第7年的时候，帕兰和 Cam 也终于结婚了，完美撒花。以上就是 Camilla 灵魂重生的原作小说故事。刚刚讲的其实省略了很多地方，小说里的 Cam 试过差点被杀死很多次，还有副尸片的剧情我也没有提到，这些全部都很精彩，可惜呢篇幅有限，所以16这次只集中在帕兰和 Cam 这一对的爱情线上。对其他剧情有兴趣的，可以到 Mail 上面找英翻小说来看，英翻小说叫 Camilla's Rescue。看预告 ，DMD 的拍摄还是有保持一定的质感。但帕兰和 Cam 在小说是很清水的关系，而 DMD 也算是拍 N 是出名的，所以不知道 DMD 会不会为了观众喜好去修改剧情。每次看到 DMD 改剧情，我都会觉得怕，希望这次可以好好的拍。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Camilla 灵魂重生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